那是2022年8月12日的上午，中台湾的盛夏高温总是带着一种让人无处可逃的黏腻感。西屯路上的柏油路面被炙热的阳光晒得微微发软，空气在热浪中显得有些扭曲。一旁的街边的机车行正开着强烈的电风扇，发出嗡嗡的沉闷噪音，却怎么也吹不散那股夹杂着机油与废气的闷热。阙恒远一个人坐在位于逢甲商圈边缘的小套房里，这间不到7平的空间是他高中时期为了上学方便，自己在外租屋独立居住的地方。房间里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单人床，一张实木书桌，以及一台运作时会发出咔啦咔啦声响的旧冰箱。此刻头顶上的日光灯管正发出微弱的频闪，将他那张帅气的脸庞映照得有些阴晴不定。阙恒远的手指死死扣着手机边缘，荧幕上正停留在刚刚11点整正式公告的大学分发入学录取结果。那是2022年首届分科测验的简陋查询网页，上面用最冰冷的字体印出他的全名，以及后方跟随的录取校系：私立长荣大学资讯工程学系。长荣大学这4个字像是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阙恒远的胸口，让他一时间甚至有些喘不过气来。他在高中的时候虽然称不上是末日末夜苦读的传统学霸，但在校排名也始终稳定维持在最顶尖的前段。老师与身边的朋友总说他只要正常发挥，国立顶大绝对是探囊取物。可是7月分科测验那2天，命运却对他开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玩笑。严重的急性肠胃炎让他在冷气强烈的考场里直冒冷汗，握着原子笔的手指不断发抖，最后半小时甚至是因为腹痛难耐，大脑一片空白，草草猜完了后面的非选择题便提早交卷，一步错步步错。他原本拥有傲视同届的实力，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被迫落到了台南归仁的私立普大。长荣资工虽然在私校中并不差，但对于一个从小到大被所有人捧在手心视为焦点的帅哥来说，这个结果无异于一场自尊心的彻底崩盘。更让他感到窒息的是躺在 LINE 聊天讯息最顶端的那条通知，那是伊宁雪发来的讯息。讯息发送的时间是上午11点5分，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恒远，我查到结果了，我考上国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学系了。你呢？你上了哪里？我们之前说好要一起去台北念书的，你快回我啊！荧幕的光源映照在阙恒远那张线条分明的脸庞上，他的五官极其立体，深邃的双眼皮此时却显得有些暗淡无光，原本总是带着一丝自信的薄唇，此刻正紧紧地抿成一条直线。他看着那条讯息，手指在虚拟键盘上悬空了很久，却连一个字都打不出来。国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学系，台湾文商科最顶尖的殿堂。而伊宁雪，那个拥有校花等级容貌，在高中时期总是走在人群中央，连外校男生都会特地搭公车来学校门口，只为看他一眼的女孩，真的如愿以偿的考上了那所人人都仰望的大学。他们在一起2年了，高中时期的无数个夜晚，他们在西屯的这间出租小套房里并肩作战，一边吃着巷口的咸酥鸡，一边聊着关于未来的无数众蓝图。甚至伊宁学总是笑住对他说，以后到了台北，要在公馆台大夜市附近找一间有很多老猫的咖啡厅看书，然后租一间看得到阳光的小套房住在一起。可现在所有的蓝图都在这张网页面前全碎成了满地的玻璃渣，一个在台北的国立顶大，一个在台南的私立大学。这不单单是几百公里的地理距离，而是从此被划分在2个完全不同阶层的社会轨道。男性的自尊有时候脆弱的就像是一张进水的宣纸，阙恒远无法忍受自己成为伊宁雪优秀人生里的那个缺陷，更无法想象自己带着满身的自卑去台北过着寄生在伊宁雪光环下的日子。他了解伊宁雪，那个女孩一定会温柔地安慰他没关系，一定会说私立大学也很好，甚至会愿意为了他也留在中南部。但也正是因为这份温柔，会将他仅存的自尊心狠狠践踏。我不能毁了你，阙恒远低声呢喃了一句，他的眼神在这一刻突然变得极其决绝。他点开了手机的设定界面，退出联络人群组，删除与伊宁雪的所有 LINE 聊天记录，取消了社群软体上所有关于稳定交往中的标签，并将自己的账号直接设为隐私。最后他还拨通了电信公司的客服电话。
是。您好，我想要办理门号退租。对，现在。我等一下会带双证件去实体门市办理，不需要转预付卡，直接消耗。放下手机的那一刻，整个小套房里安静的只剩下顶楼西晒传来的闷热感。却恒远看着虚拟键盘上自己悬空的手指，最终还是没有在任何高中的班级群组或毕业联络网里留下只字片语。在应届分科测验放榜后，大家也都已经毕业2个多月了，各奔东西的冷漠现实让班级群组早就一片死寂。他自嘲地扯了扯嘴角，手指在荧幕上冷觉地滑动，不发一语的直接退出了所有高中相关的 LINE 群组，甚至连自己的 IG 账号都彻底注销。除了学校官方系统会自动登录他的录取个资外，同侪圈子里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要让自己彻底在伊宁雪的世界里蒸发，不留一丝多余的赘笔。却恒远站起身，从衣柜里拉出巨大的行李箱，开始将自己高中3年的衣服、书籍，这些不要的就通通当回收扔掉，剩下所有的生活用品往行李箱里面塞。就在他准备将衣柜里最后几件衣服塞进巨大的行李箱时，手机突然剧烈地震动了起来。荧幕上显示的来电人是妈妈。却恒远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将胸口那股几乎要将他溺毙的自卑与狼狈压下。接起电话时，他的语气平静的有些可怕。妈，怎么了？恒远啊。电话那头，母亲林亚芳的声音听起来满是心疼与小心翼翼。显然，他也已经在老家看到了大学入学分发的榜单，深知这个考上台南私立长荣大学资工系的结果，对一向优秀的儿子是多么残酷的打击。分数出来了，你还好吗？你爸说长荣的资工系其实在南部名声也蛮好的，你不要太给自己压力，南部太阳大，你一个人出门在外要多喝水，钱要是不够的话，妈等一下会过去给你。妈，我没事，资工系看的是实力，在南部读书也很好的。却恒远抓着手机的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微微发白，但他嘴上依旧编织着瞒天过海的谎言。他在高中这2年谈的这场恋爱，因为怕耽误备考，一直瞒着家里，父母只知道他在西屯这边独立苦读，根本不知道伊宁雪的存在，因此更不知道他此时此刻的痛苦。妈，既然放榜确定了，长荣那边有些大一新生的前置注册手续和校外租屋要提早办，我打算今天下午就直接把西屯这里的套房退租，然后提着行李直接去做客运到台南归仁那边，先提早安顿下来适应环境。你们不用特地开车来载我了，我自己搭车去处理就好，等我在那边确定好了再传 LINE 给你。电话那头的林亚芳愣了一下，虽然觉得儿子在放榜当天就急着搬迁似乎有些过于反常，但也只当作是男孩子考试失常，自尊心受挫，想要一个人去南方静一静，提早学会独立的想法。他叹了一口气，只能温柔地叮咛了几句注意安全，便挂断了电话。这通电话成了却恒远完美的掩护。在父母眼里，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行事果断，自己会打理生活的不让人操心的孩子，但在却恒远心里，他知道这只是一场狼狈至极的逃亡罢了。他亲手剪断了所有伊宁雪可能透过高中同侪、班导师去打听他消息的线索。在台湾现在严格的个资法规范下，哪怕伊宁雪再怎么聪明，高中老师也绝对不可能把他的录取学校或父母的联络电话随口告诉他。他拨通了房东的电话，语气平静地告知对方，因为考上南部的学校，今天下午就会把行李全部搬走，钥匙会放在桌上，押金直接扣除当作违约金即可。当天下午，台中的天空突然毫无预兆地降下午后雷阵雨，却恒远已经提着2个沉重的行李箱，独自一人站在朝马转运站的客运月台上了。雨水噼里啪啦地砸在国道客运的车顶上，激起一阵白茫茫的雾气。却恒远转过头，最后看了一眼这座他生活了18年的城市，随后便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开往台南的班车。这一场不告而别，没有告别式，只有客运引擎发出的低沉轰鸣。同一个下午，台北市中正区的许昌街上，这里是有名的补习街，虽然分科测验已经结束，
但街道上依然充斥着各种散发着油墨味的宣传单与行色匆匆的学生。伊宁雪独自站在一家连锁咖啡厅的骑楼下。今天台北的天气同样闷热的令人烦躁，高温直逼35度，柏油路面散发出的热浪让远处的台北车站看起来有些扭曲。伊宁雪穿着简单的白色棉质 T 恤与浅色牛仔短裤，长发随意的用一只鲨鱼夹挽在脑后，露出她那张鹅蛋脸。只是此刻，那双原本明亮如星的眼眸里却写满了焦虑与不安。这已经是他拨打的第37通电话了。您拨的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a vacant number。 听筒里传来的只有冰冷、毫无感情的电子女声，不断重复着该号码是空号的语音。伊宁雪不敢置信地看着手机荧幕上显示的阙恒远3个字。空号？怎么可能是空号？明明昨天晚上两人都还在通话。阙恒远那时候的声音虽然听起来有些疲惫和低落，但他还是在电话那头温柔地对他说，放榜不管是好是坏，都要第一时间告诉他。可是今天早上11点结果出来后，他的讯息就再也没有被已读过。一开始他以为阙恒远只是因为分数不如预期而躲起来难过，又或者是因为西屯那边的租屋处网络讯号不好，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直到下午2点，他心中的不安开始扩大。他开始尝试拨打电话，却得到了门号退租的荒谬回复。他点开 Line， 发现阙恒远的头贴已经变成了一片空白，名字也变成了没有成员。那些他们2年来累积的像片本，那些互相打气的对话，那些深夜里的甜言蜜语，全都在几秒钟之内被单方面抹除的前前进进。怎么会这样？阙恒远，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伊宁雪的声音开始带上了颤抖。他顾不得台北街头那足以让人中暑的高温，踩着凉鞋便往台北车站的方向跑去。他要去搭高铁，他要回台中，他要去阙恒远位于西屯的大楼套房里找他。他不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会这样平白无故的消失，他不相信那个在无数个夜里抱着他说要一辈子在一起的男孩会在这个时候抛下他。高铁车厢内冷气开得很足，伊宁雪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从台北的现代高楼逐渐转化为桃园、新竹的绿地。他的眼泪终于控制不住的下滑，顺着他的脸颊滴落在冰冷的手表表面上。当伊宁雪失魂落魄地赶到阙恒远在西屯租屋的那栋大楼时，已经是傍晚6点了。台中的雨刚停，空气中还带着一种雨后特有的泥土腥味。他踩着积水冲进大厅，却看县管理室外面正停着一辆清洁公司的推车。房东太太，8楼那一间已经全部清干净了，钥匙给你。一名清洁工人一边擦汗一边对着大厅沙发上的一名妇人说住。伊宁雪整个人愣在原地，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他连忙跑过去，声音沙哑地询问那位房东太太有关于阙恒远的下落。房东太太翻了个白眼，有些无奈地拍了拍大腿。哦，你是说小阙哦？那孩子今天中午就打电话给我说要退租，下午2点多就提着行李走了。我问他准备要去哪里，他只说考上了南部的学校，以后不会回台中了。他连押金都不要了，走得急得跟什么一样，连房间里的一些旧书都没带走。退租了，彻底走了。伊宁雪站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大厅里明亮的日光灯晃得他有些头晕。原来这不是一场临时起意的恶作剧，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逃离。他甚至连搬家这重事都没有透露过半个字。他缓缓走出大楼，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逢甲商圈的霓虹灯相继亮起，台湾大道的车流如同一条漫长的光带，刺眼而冷漠。伊宁雪无力地蹲在人行道旁，将脸埋进膝盖里。阙恒远，你这个懦夫，为何丢下我就跑了？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诅咒着那个名字，但心口处传来的剧烈撕裂感却让他连哭声都发不出来。9月的公馆校园注定只能留下他一个人的身影了。与此同时，南台湾的8月中旬依旧炎热的像是一个巨大的烤箱，即使到了晚上8点，风吹过来依旧带着让人黏腻的热度。成大附近的胜利路上，各式各样的小吃摊正热闹的营业住。一名少女穿着一件简单的黑色细肩带背心与高腰宽裤，整个人显得高挑而有气质。她的发型非常特别，
一头乌黑的秀发被剪成了极具个性的利落一刀切短发，刚好齐平下巴的线条，完美的衬托出他那张瓜子脸与精致的下颚线。他的眼神明亮而带着一种不服输的锐利，此时正推着一辆刚从学长姐二手市集买来的旧脚踏车，在台南干河的街道上走着。他是今年刚放榜的成功大学法律系应届新生岳清河。作为道地的台中人，因为今天刚放榜，他便急忙搭着客运南下台南，想趁着开学潮之前，在学校附近的东宁路或胜利路一带寻找合适的校外租屋。此时的他出来这个充满甜味与慢节奏的南方城市里，其实还有些不太习惯。不好意思，请问你也是今年成大的大一新生吗？在路边一家传统搓冰店的门口，一名同样拿着租屋传单、满头大汗的陌生女孩主动向岳清河搭话。这女孩一边用手扇着风，一边露出有些生疏却友善的笑容。岳清河停下脚步，点了点头，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我是法律系的新生。哇，法律系耶，好厉害！我是中文系的，叫我丁若雅就好。台南的太阳真的会砸死人。我刚刚从火车站那边走过来找房子，差点融化。要不要一起进去吃碗冰，顺便交换一下租屋的资讯？丁若雅指了指店内那几张简单的塑胶椅和机台正发出狂暴噪音的强力电风扇。岳清河看了一眼自己已经有些被汗水浸湿的背心，便停着脚踏车走进了冰店。店内的空气里弥漫着黑糖与炼乳的甜香，电风扇虽然转得飞快，但吹出来的依旧是热风。对了，你有看到学校的黑卡卡 card 版吗？今天放榜超热闹的。丁若雅一边吃着红豆牛奶冰，一边忍不住分享着她刚刚刷到的校园八卦。听说今年台南的另一间普大长荣大学资工系来了一个超级大帅哥，听说也是从台中下来的。放榜名单一出来，就在南部高中的联谊群组里传开了，说是长得超像明星。不过网上说那个人今天去报道时，整个人阴沉沉的，连主动跟他打招呼的学长姐他都不理。岳清河挑了挑眉，随手将几缕掉落的短发撩到耳后，对这种校园八卦显得兴趣缺缺。帅哥能当饭吃吗？成大法律中友会那边刚刚才寄了一堆大一毕修书单过来，我光看那本厚到像砖头一样的民法总子就快头痛死了，我都觉得我可能会预习不完了，哪有空管其他学校资工系的事？他此时并不知道，那个被丁若雅口中提及的阴沉大帅哥，此时正坐在距离这家冰店不到几公里外的另一家超商角落里，默默地看着窗外的车流发呆。命运此时在台南这土地上悄悄地画下了一道微小的交集，只是两人都还一无所知。而位于中台湾的另一个角落，国立中兴大学的校园内，一名少女正坐在新大湖旁的长椅上，有些迷茫地看着湖面上成群游动的鸭子。她拥有一头非常温柔的波浪状长卷发，随意地披散在双肩，随着微风轻轻晃动，身上穿着一条淡蓝色的连身裙，整个人与新大湖畔的绿意融为一体。身为中兴大学外文系的应届新生千木羽，他选择留在了家乡台中。今天是放榜的第3天，他因为想要提前熟悉未来的4年校园环境，便独自一人来到了新大这边。此时的校园因为还在放暑假，尚未开学，因此显得有些空旷与安静。嗨，同学，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是今年准备要进来读书的大一学妹吗？一个抱着篮球满身大汗的男生从球场那边走过来，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惊艳与仰慕。这名男生叫江瑞宇，他正有些羞涩地抓了抓头，试图搭讪眼前这个气质温婉的女孩。我是资工系大2的学长，我看你一个人在这里看地图，是有什么行政大楼找不到吗？还是等一下要不要一起去中校夜市那吃东西？我可以帮你带路哦。千木羽抬起头，抱歉地笑了笑，那笑容温柔的让江瑞宇心跳落了一拍。不好意思哦，学长，我只是随便走走，等一下还要赶去补习班那边处理打工的事情，可能没办法去了。啊，这样啊，那好吧，你路上小心哦。那，这是我的 line， 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江瑞宇虽然有些失望，但还是快速地递出手机，随后
就在千木羽客气的婉拒下，悻然的离开。千木羽重新低下头，看着手里那份空白的校园导览手册，轻轻叹了一口气。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今天放榜结果尘埃落定后，他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就像是生命里应该原本要出现什么某个重要的人似的，但那个位置此时却是一片虚无。他看着湖面上的涟漪，思绪渐渐飘向了未知的远方。最后画面一转，是位于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西子湾的夕阳正将整片海面染成一片壮丽的金黄色，另一名少女整个人趴在柴山观景台的防护栏杆上，手里拿着一罐从路边自动贩卖机买来的冰凉芦笋汁。她绑着一个高高的双马尾，走动时马尾在脑后一晃一晃的，显得灵动而俏皮。她身为中山大学企管系应届新生的她，趁着放榜后的周末，特地和家人一起南下高雄查看未来的学校环境。此时的她正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埋怨着高雄这让人无法忍受的烈日。搞什么啊？高雄8月这个太阳是想晒死谁？我都防晒乳擦了3层，还是觉得皮肤在发烫，这合理吗？岳映兰对住空无一人的海面大喊着。此时站在他旁边不远处，同样顶着大太阳在看夕阳的一名游客转过头来，忍不住笑了出来，走过来递给他一张面纸。难不就是这样？习惯就好了。你也是今年中山的新生吗？我刚看着你拿着入学须知。对啊，企管系的。我叫岳映兰。你呢？岳映兰接过面纸，大大辣辣地问住。好巧，我是海资系的，叫我蓝雨欣。晚上要不要一起去瑞丰夜市走走，顺便看看有没有南部那重阳光型的帅哥？蓝雨欣笑着提议。切，阳光有什么用？晒得跟黑炭一样。我还是喜欢那重带点忧郁气质的帅哥，那重才好看好不好？岳映兰咬着芦笋汁的吸管，含糊不清地说住。此时的他看着西子湾渐渐沉入海平线的夕阳，完全不会预料到，在1年多后的某个跨年夜，他将会在一场冰冷的冬雨中遇到那个改变他一生、满足他所有幻想，却也让他痛彻心扉的忧郁男子。今年的夏天，就在这场夹杂住自尊、逃离、泪水与未知的新生摸索季中，悄然拉下了帷幕。分落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的5个人，如同5条在不同坐标轴上延伸的射线，各自在尚未开学的暑假期间里运作住。有人坚强地收起眼泪，有人在超商里买醉，有人在深夜的租屋处里疯狂地敲击着键盘，企图用疲惫来麻痹自己的自卑。时间的齿轮从不停歇的